Hello，大家好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走在街上，比亚迪那个龙岩车头简直是无处不在。甚至我前阵子去泰国旅游，曼谷街头跑得最欢的竟然也是元 Plus。那天我坐在曼谷的计程车上，看住窗外那一辆辆闪过的 BYD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巨轮在转向？很多人问我，2026年了，比亚迪还能投吗？现在上车会不会变成接盘侠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跟你背那些枯燥的财报数据，我要从我这几年在汽车圈摸爬滚打的真实经历，还有我对这个品牌从看不上到看不懂再到追不上的心路历程，来跟你掏心窝子聊聊2026年比亚迪真正的投资底层逻辑。内容真的很浅，建议你先点赞收藏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在视频结尾，我会揭秘一个藏在供应链里的，大家平时都忽略的真正赚钱机会。说实话，几年前我身边的朋友买车，如果提的是比亚迪，大家心里多少有点那种图便宜、实惠的既视感，对吧？但我记得特别清楚，2024年底我试驾了仰望 U8，当那台几吨重的庞然大物在我面前表演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的时候，我当时整个人是震惊的，那种感觉就像你一直以为班里那个默默无闻、只会做算术题的穷学生，突然有一天拿出了自研的量子计算机。这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，这是一种心理地位的彻底翻转。到了2026年，这种士别三日的冲击会变成全球性的。为什么我敢这么说？因为2026年是比亚迪海外工厂大暴走的元年。你想想，以前我们是把车运出海，要交20%甚至30%的高额关税，还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船位。但到2026年，比亚迪在匈牙利、巴西、印尼甚至土耳其的工厂全面投产，年产能冲向200万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比亚迪是在别人的家门口直接开火，关税不再是枷锁，物流成本直接腰斩。这种从游击队变本土正规军的心理压迫感，对丰田、福斯这些老牌霸主来说简直是噩梦。你可能会问，比亚迪现在国内打价格战打得这么凶，毛利难道不会被削平吗？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二个心理转折点，全产业链的全家桶优势。我有个开修车厂的朋友跟我抱怨，说现在比亚迪的零配件整合度高的可怕，基本上除了轮胎和玻璃，连里面的螺丝钉和热管理系统全是自己造的。这在2026年会发挥极致威力。当其他车企还在为了智驾晶片、低温快充电池的采购价跟供应商撕逼的时候，比亚迪已经把天神之眼智驾系统直接下放到10万块钱的车型上了。想象一下，当你手握15万预算，一边是连倒车影像都模糊，智驾还要选装的合资车，一边是能自动泊车、自动导航，甚至冬天充电飞快，还有全固态电池雏形的新能源巨兽。换作是你会怎么选？这种消费心理的降维打击，才是2026年比亚迪稳坐江山的护城河。聊到这里，我们来反思一下，我们投资到底是在投什么？是投那一串数字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在投一个时代的势能。2026年，比亚迪会有一个巨大的财务转折，资本开支 Capex 大幅回落，这就像是一个家庭，房子装修完了，孩子学费付清了，接下来就是纯存钱和发红包的阶段了。当比亚迪不再需要疯狂盖工厂，它那惊人的自由现金流会去哪？可能是更高额的分红，可能是回购股份，这对于我们长线投资者来说，难道不香吗？当然，我也要提醒大家，这条路不是没有坑。地缘政治的冷箭，科技巨头小米、华为的背刺，这些都是悬在头上的箭。但我想反问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在20年前错过了房地产，10年前错过了互联网，现在这个全球汽车能源大转型的唯一全能选手摆在你面前，你真的打算只当个路人甲吗？最后，给一直看到这里的家人们分享一个实操性的赚钱机会。2026年，比亚迪的看点不在国内销量涨多少，而在于供应链出海的红利。大家可以去深度挖掘那些跟住比亚迪一起去匈牙利、巴西设厂的精密零部件供应商，比如热管理、内饰、模具龙头，或者是负责其全球海运物流的战略合作标的。这些卖水人吃的是全球化的溢价，利润弹性有时候比主车厂还要大。这是我私藏的观察点，今天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转发给身边还在纠结要不要换电车的朋友，顺便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2026年比亚迪的股价能继续往上冲吗？你的每一个点赞和关注都是我持续分享钱货的动力。最后还是要叮咛一句，以上分析仅代表我个人的投资观察与心理体验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。
市场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风险评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